那么今天下午的这个约稿视频来自于咱们的会员，主要是讲一讲港股的阿里健康。那可以看到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2002年年底一直至今，走了23年的是一个时间。在这23年的时间里面，整体先向上走出了一个五浪上行，这也是比较符合波浪的推动浪的一个结构。那么之后呢，从相对的高位30港币左右开始一路下行，截止到目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这波下跌还没有说是一定结束了。从当前的位置来看，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来震荡筑底。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只港股它具体的一个细分的结构，以及我们不看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我们还是从它的月线图开始梳理。月线图当中，之前的上涨行情是一波明显的五浪上涨，1、2、3、4、5。在这个五浪上涨当中，又可以看出来，在当中的第三浪主升浪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次一级别的五波，3浪1、3浪2、3浪3、3浪4、3浪5。之后的4浪调整走了一个三波形态。那这个三波形态结束之后呢，整体的五浪内部也是走出了延长浪的特征。5浪1、5浪2、5浪3、5浪4、5浪5，最终的结束点是在高位的30.15港币。那从这个21年的1月份开始至今，它其实都是处于一轮的下跌行情当中，也可以看作是它是处于调整浪的形态当中。那下来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这波调整浪它的内部结构是如何呈现的。我们先将这个时间周期调整到周线图，从31.15可以看到向下走出了五波，1、2、3、4、51、52、53、54、55。好，这一波下跌的调整浪的 A 浪结束了，之后是一波快速的拉升，也就是个反弹，它是一个 B 浪。那从这个反弹的高点10.14开始，它向下运行的这一轮行情，它其实是一个 C 浪。首先我们给这里定义为 A， 这里是 B。现在关于这个 C 浪有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就是它以阴跌的形式在这里快速的完成了这个下跌的 C 浪。然后打出了新低是 2.59， 上一次的新低是3块，比之前的低点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算是成立，这个可以认为是第一种预期，这是 C 浪。第二种预期就是目前的 C 浪只是完成了下跌的 C1 和 C2， 后面还会跟着 C3、C4、C5， 就是说结构上更清晰和这个 A 浪的五波它是一个呼应，也是会走出一个535的类似于锯齿形态这样一个走势。C1 整体这次反弹是 C2， 后面可能经过漫长它有 C3、C4、C5， 这是两种不同的预期一种预期是虽然长期已经见底，但是中期还是需要有一个筑底的过程，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后期还有可能向下跌走出一个清晰的五波形态，完成整体的一个 C 浪。目前两种走势同时存在。那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以上的两种走势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一个分歧的节点。这里首先还是要画出这个黄金分割。那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长期已经见底，目前是处于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近期的走势它必然向下要从相对高位出现一个 ABC 的一个形态 A、B、C。 那这个 C 浪的落点首先肯定是会跌破上次的低点 3.85 左右3.85港币这个低点左右。那跌破这里下方的支撑有两处位置，一处是在之前的一个回撤的一个低点 3.09， 另外一处是在黄金分割 0.764 的一个位置。那两处点位分别是 3.55 和 3.09。 那如果后期这个 C 浪下行跌到这样的一个点位，我们就需要注意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底分型或者是十字星信号 A、B、C。
如果在这个区域能形成这个十字星或者底分型的一个信号，那后期我们可以去戳在这个位置尝试一次啊，往上看，往上做多的这个走势看，但是一定要设置好防守啊，因为一旦这个区域实质性跌破的话，那么就说明会按照第二种预期往下发展。刚才我们也说了，此处的走势从这个低点到相对的这个高位是一个 C2 的反弹。那 C2 反弹结束之后呢，向下会走 C3 会跌破之前 C2 的起点。那么也就意味着，只要跌破了 3.55 到 3.09 这个支撑区域啊，它大概率会发展成一个 C3。因此，现在短期来说的话，两者啊，它是在局部出现了一个同向，就是目前是在 4.50， 整体走势的话还是有下跌空间的。所以从目前的走势来看，无论是短期来说还是中期来看，都不具备现在就要进场的这样一个时机。因为从 4.5 跌到 3.55 或 3.09 的话，整体的下跌空间还有1到 1.4港币的这样一个下跌幅度，就将近 30% 的下跌空间。只能说是到 3.55 到 3.09 这个位置，我们再考虑是不是有机会往上做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整体还是按照我之前按照周线或者是月线图的整体走势来看，目前我个人觉得后期向下发展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后期向下跌破前期这个底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中途唯一一次博取多头机会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支撑区域。如果这个位置都跌破了，那要只能说是对于这只港股，我们要完全放弃掉，因为中长期的下跌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会结束。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涉及的品种可以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这些品种都可以。好，以上就是关于阿里健康这只港股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